快快快，都快点！我愣着干什么？立刻加派人手，就算翻遍整个京城，也要把我的瑶儿找回来！伯母，搜寻了这许久都无果，也许是天意如此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也知道，云瑶这孩子天生是个灾星，除了自己霉运不断，还会把祸事带给他人。但凡他去过的地方，不是莫名失火，就是房倒屋塌，要么就有人生病。现在全京城都在盛传云家出了个扫把星，不知多少世家权贵对我们避如蛇蝎。如今这个祸害丢了，对云家未必是件坏事。住口！瑶儿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没人性的话？儿媳也是为整个云家着想，总不能让一颗灾星毁了云家100年基业。我云家的基业是在沙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，从不是靠趋炎附势，更不惧什么流言蜚语。瑶儿若真有什么灾祸，老身第一个替她挡灾。祖母说的对，我身为长孙，保护妹妹义不容辞。还有我，不把妹妹找回来，我就不吃饭不睡觉。身为当家主母，心胸见识还不如孩童，实在可悲可叹。姨娘，还是你厉害，把这帮蠢货耍得团团乱转。他们找的人仰马翻，却不知道要找的人就在眼皮子底下。这可比捉迷藏有趣多了。我就是要让这个小祸害眼睁睁看看亲人在找自己，拼了命的想求救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，更要让那个老不死发疯似的满世界寻找，却不知他的心肝宝贝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慢慢冻僵，慢慢死去。来，让为娘再看你最后一眼，也算给你送行了。姨娘，他还活着！死这孽障，命还真硬，动了2天2夜都没死，临死前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！叫你都叫你吓人，我踢死你！别踢了，踢散了雪人岂不麻烦？快用雪把他脸再盖住！哦，好。他又看我了，眼神好可怕！没用的东西，闪开！他哭了，哭吧，使劲哭！到了阎王殿，看看你的眼泪能不能换来公道。这附近根本没人，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灵脉变动，更有蚀骨的冤气直冲云霄？也罢，这因果孽债还需他自行了结，旁人插手不得。入不生莲，小师妹竟已修成如此境界，何止是境界高深，七色乃祥瑞之兆。唯有得天道垂青之人，才能有这等无上福泽。你灵根非凡，心智如铁，短短13年，竟能后来居上，成为我鸿蒙门第1人，可喜可贺。我只想向全天下证明，我不是什么扫把星，而是天命之女。你如今已继任门主，此番下山，除了断自身因果，还有一事需你担当。20余年前，本门出了个逆徒，因为修炼邪功，被门主加以惩戒。不料他不思悔改，反倒弑杀门主，携镇门之宝鸿蒙印叛逃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你需找出此人，清理门户，重整鸿蒙。
真的是他，容貌和幼时还有7分相似，尤其是眉心那颗痣。不会错，我绝不能承认他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，竟敢跑到云府招摇撞骗？你可知冒充官眷是何等重罪？是吗？那我也想请问夫人一句，瞒着家里所有人，把自己的女儿藏进雪人里，想活活冻死她，这又算什么罪？雪人脸上那双盯着你的眼睛，你能忘掉？那2行融化了冰雪的热泪，从来没进入过你的噩梦。我不信。阿瑶，阿瑶，阿瑶，真的是你吗？大哥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一言难尽，快随我进去。祖母要知道你回来了，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呢。云锦，我看你不止身体坏掉，脑子也糊涂了。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空口白牙的话你都敢轻信？你就不怕她包藏祸心，是来毁我们云家的？母亲，我敢保证，她就是阿瑶。除了容貌特征之外，那种血脉之亲的感应也绝不会错。笑话，你自身都难保，还能保证什么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验证她是不是阿瑶。我8岁生日那天，阿瑶送了我一个亲手做的礼物。这礼物怎么说呢，颇为特别，让我有些难为情，只好偷偷藏起来。如果你是阿瑶，一定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。是用黄泥捏的一枚帅印，上面刻着你的名字，对吗？对，一点都没错，你果然是阿瑶。你当年虽然只有8岁，但武功也有小成。你一心追随父亲脚步，成为将帅之才，为国效力，我才送了这枚帅印激励你。陈年旧事，不提也罢。我现在已经是废人一个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3年前练功时走火入魔，内力尽失，经脉尽毁，在床上足足躺了半年，才保住这条命。二哥呢？他怎么样？他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去年不知中了什么邪，性情大变，原本意气风发的一个人，现在终日除了喝得酩酊大醉，就是沉溺于花间柳下，很少有清醒的时候。做什么？阿鱼，你清醒一下，告诉你一件大喜事，咱们的妹妹阿瑶回来了。二哥，她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？让开，我要回去睡觉。二哥只比我大1岁，当年我们最为亲近，如今却形同陌路。阿瑶，你别怪他，这并不是正常的阿鱼。我们云家也不知撞了哪路邪神，一个接一个的出事。我、阿鱼，还有祖母。祖母怎么了？你失踪后没几年，祖母就双目失明了。快带我去见祖母！好。站住！谁允许你进云家了？母亲，阿瑶是云家人，为什么不让她回去？你是嫌云家被他祸害的还不够惨吗？你祖母瞎了，你成为废人，云雨也人不人鬼不鬼，你还想让他把其他人也祸害一遍？这都是阿瑶失踪之后的事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懂什么？他生来带煞，这邪性其实你可以当量。他在暗中做了什么手脚，你又怎会知道？这次回来，不过是要把云家的最后一点气运榨干罢了，我绝不能让他得逞。我偏要进去，你拦得住我吗？姨母莫慌，有我在，绝不让这个祸害进云府半步。那是小正义，这些人里属他变化最大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叫你的，叫你吓人！我踢死你！我踢死你！把他烧成灰，我也认得。那个是小妹云奇，是你离家后母亲所生。她自幼痴迷玄术，小小年纪已经有点修为了。这丫头灵窍早开，本是可塑之才，可惜识人不清，明珠暗投，可惜了。
我早就派人向你传讯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云奇非要缠着我带他去找国师大人，求一只上古玄兽当宠物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看到了吧，对娘家外甥，比对亲生儿女好100倍。我们这位母亲，还真是与众不同。母亲和姨母是孪生姐妹，情谊深厚。姨母去世的早，姨父又身份不明，他临终托孤，母亲自然会尽心一些。我倒是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姨母，把这个祸害交给我吧，要不然他真以为云家没人了。你要识相，赶紧跪下求饶，发誓永远不再登云家的门。你一个外戚，云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？可以问问你这个废物哥哥，云家的事儿我能不能做得了主？他去年夺得武状元，受封宣威将军，又得公主青睐，内定为驸马，风头正劲。现在云家大大小小的事，确实由他决断。不对啊，我印象里这家伙就是块废柴，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？既然你不知进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表哥，让我来，正好让他尝尝我玄兽的厉害。阿姐，别胡闹，她可是你姐姐。我才不认她当姐姐，她欺负我娘亲，我定让她好看。阿瑶，快逃啊！逃是逃不掉的，你现在给我娘亲磕头道歉，我就放你一马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你一死，雪人的事就会成为永远的秘密。阿瑶，雕虫小技也敢献丑，孽畜还不跪下，更待何时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可是国师亲赐的玄兽，实力何等强横，怎么会？起来啊，快起来啊！怕他干什么？他不是怕，他是敬。能向我跪拜磕头，是他累世修来的造化。念你修行不易，今日且饶你一命，以后再敢助纣为虐，定叫你形神俱灭。你回来！阿瑶，你哪来这么大的本事，竟然能让玄兽臣服？我早就说过，他是灾星转世，满身邪祟，你还不信？现在信了吧？今日他能用邪术操控玄兽，明日就能祸乱云家，甚至颠覆整个京城。这种妖女留着就是祸害。都怪我，如果我能潜心修炼，成为鸿蒙门弟子，何惧这个妖女？你如果真成了鸿蒙门人，见了我就更得行3拜9叩的大礼。用不着鸿蒙门人出手，我收拾这个妖女就绰绰有余了。阿叶，你虽然武功高强，但他善使妖邪之术，你有把握吗？姨母且放宽心，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宣威将军，有皇日护体，真龙天子之威，足以震慑一切邪祟。他这点微末伎俩，在我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，翻不出什么浪来。那就好，给我下死手，不必看我情面。她不是我的女儿，是我的冤孽。小心！这冰火盛宴果然名不虚传，不知这出戏可合你心意？阿叶，快住手！逆女，快收了你的妖法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往死里打，不必留情。我说的是……阿瑶，还是适可而止吧。公主对萧承业情深意重，若他真有不测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身受皇封，有龙气护体，为何会被他邪术所致？这个蠢货，龙气虽能震慑邪祟，又怎能压住我鸿蒙正道？现在还有谁敢拦我，不让我进云家？逆女，别以为学了点妖邪之术就能横行无忌，邪不胜正才是天道至理。你这个灾星邪祟，早晚被玄门正道碾个粉碎。是吗？
那你可别扎眼，我让你看清楚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玄门正道。枯木逢春，那不是神话传说吗？竟然真有这种事！地涌金泉，这可是祥瑞之兆啊！天啊，你们看，这泉水飞珠溅玉，竟然结成莲花形状。天月随行，据古籍记载，那是圣人出行之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云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不是该收起灾星的污蔑，对我换一种称呼？不可能，假的，假的！妖术，这全是你的妖术！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！母亲，这明明是祥瑞之象，怎么会是妖术呢？您不能再冤枉阿瑶了。你一个废人，连武功都没了，又懂什么玄术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退在一旁。阿七，你最通玄理，你来告诉大家，阿瑶这是玄门正道，还是妖邪之术？万物皆受限于天道，按理说，妖术只能幻化邪祟之物，绝不可能带来这种祥瑞之象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阿瑶绝非灾星邪祟，还请母亲勿再偏执，允许阿瑶认祖归宗。大哥，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先让我把话说完。天道讲求循序渐进，他这点年纪怎会有如此修为，带出如此异象？这同样不符合天道。一只井底锤蛙也敢妄谈天道？道在心，不在灵。心通天地者，又岂会受岁月制约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我怎么看他都不像好人。反正从我这儿就通不过。这个逆女到底是何方邪兽？自会去请教国师，真相未明之前，绝不能让她入府。母亲，您不让我说，我也得说，这儿不只是我们的家，也是阿瑶的家呀。失踪13年，好不容易才回来，您连门都不让她进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来。闭嘴！我是云府当家主母，要为云家上上下下每一个人负责。这个灾星进了门，真出了什么祸事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这个责任，我老婆子能不能担得起？瑶儿，我的瑶儿在哪儿？祖母，我在这儿。瑶儿，这老刁奴肯定是宋龙也安插在祖母身边。祖母忙了这么多年，想必吃了很多苦。瑶儿，我的乖孙女儿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你一面。13年了，祖母没有一天不再想你。祖母放心，瑶儿再也不会离开您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行，你不能留在云家。老身还没死呢，云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谁敢赶走瑶儿，先要了我这条老命！国母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云家已经被他害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双目失明，阿锦成了废人，阿鱼更是醉生梦死不成样子，这还不够吗？一派胡言！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和阿瑶有什么相干？祖母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永远无条件维护我。他刚一回来，又搅得鸡犬不宁，人人自危。他不是祸害，谁才是祸害？我看你才是祸害。若不是你拦着门，不让我的乖孙女回家，又怎么会惹出这些事儿？祖母，此事不必在意。瑶儿归来是我云家天大的喜事，谁敢多言半句，便是与我云家列祖列宗为敌。我的瑶儿都长这么大了，来，让祖母好好摸摸。祖母，您别只是摸呀，你也看一看。祖母也想看看我的乖孙女长什么样，肯定和仙女一样好看，可惜没这个机会喽。祖母已经瞎了快10年了，神仙来了也治不好了。谁说的？我能治。你说这来着？阿瑶，这么多人正愁抓不到你的把柄，你何苦自己往枪口上撞？祖母的眼疾看了多少名医，连宫里的御医都束手无策。大夫当然无计可施，
祖母得的根本不是寻常眼疾，而是被人用噬瞳魔咒所害。此咒以阴邪之气侵蚀眼窍，岂是凡间医术可解？脸皮真厚，又在大吹法罗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还有什么食瞳魔咒？噬瞳魔咒，他竟然知道噬瞳魔咒，看来这个死丫头真有点邪门。可是国师说过此咒无解，我就不信他解得开。不管怎么说，必须阻止他，绝不能让他顺利施之，必须拦住他。婆母，你现在总该看清了吧？这丫头分明是来祸害咱们云家的。您的眼睛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偏要大庭广众之下折腾您，这能安得什么好心？谁说的？瑶儿说能治，就一定能治。婆母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是云家的主事人，一言九鼎，总不能为了维护这个丫头信口开河吧？难道她说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也会说是对的？祖母，相信瑶儿这一回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乖孙女一片孝心，我岂有不从之理？反正就算治不好，也不会再坏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来吧。祖母，闭眼，勿动。鸿蒙有灵，天地无垢，祸邪开明。祖母，可以睁眼了。装神弄鬼！我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啊，祖母，你真的复明了！真的，锦儿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让祖母好好看看你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比国师都厉害？自从他回来，就处处占尽上风，现在连老夫人的眼都治好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所做的一切师傅都会被翻出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瑶儿，祖母，我现在在用灵犀传音在跟您说话，您先别急着让别人知道你已经复明，先装茫然，原因我随后再告诉你。原来这老不死是在装复明，我就说了，这逆女哪会有这种通天手段？婆母，你为了维护这丫头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居然假装被她治好了。你也不想想，那能装得下去吗？祖母太偏心眼了，连我都被骗进去了。祖母，我陪您进去。有老太太庇护，我们想再赶走她，可就不容易了。她身边全是我安插的人，早就被我架空了。不把她玩得团团转，我苏字倒着写。瑶儿，你既已治好了我的眼睛，为何还要让我装瞎？因为您身边有鬼，恐怕还不止一个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一个个揪出来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考验你们忠心的时候到了。别让我失望才好。老太太眼盲心瞎，只是个摆设，谁是云家真正的当家人？不用多说吧。我虽是老太太身边人，但一向是效忠夫人的。夫人让我把老太太推沟里，我都没二话。还有我，夫人让我往东，我绝不敢往西；夫人让我打狗，我绝不敢撵鸡。一切为夫人之命是从。退下吧。有这帮下人配合演戏，老太太再不相信云瑶是灾星，也不得不信了。想不赶走她也不行了。还不够，我还要再添一把火，烧掉云家的祠堂，把那个死老太婆逼至绝境，
让他想袒护云瑶也做不到。姨母，这一招是不是狠了点儿？祠堂里供奉的可是云家列祖列宗的灵位。云家列祖列宗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吴嬷嬷，你在做什么？老奴在拨火盆呢，让炭烧得旺点儿。可我为何总感觉近几日房内有一股阴冷之气往骨头缝里钻？老夫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大家都说自大小姐归来后，整个云宅就透着一股阴气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是吗？老夫人，我知道这话您不爱听，但我伺候您多年，您的安危比我的命都重要，我不得不说呀。这可恨的刁奴竟如此欺我，枉我把他当贴心人，信任了那么多年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乌鸦叫。从大小姐回来以后，这些东西就把云府当成家了，没日没夜的叫，赶也赶不走，真是晦气。我去看看。好一只乌鸦，恐怕不光羽毛是黑的，心也是黑的。这乌鸦可是丧民星最不吉利的鸟，老话说乌鸦叫祸事到。但愿可是出事了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主？自从大小姐回来之后，我们这些人就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梦里全是各种各样的鬼怪，搞得我们夜夜不得安眠，精神都要垮了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那天还梦见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对我说，他们都是大小姐身上煞气所化，他们的任务就让云家放人坟场。如果只是做噩梦，大家还能勉强撑下去。可是今天早上，我们发现锦儿死在了反锁的房间里，被利爪开膛破肚，到处都是血，吓死人了。锦儿死了？对啊，我们都好害怕，害怕成为下一个。老夫人，我们给您跪下了，求您开恩，让大小姐离开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这是救我们，也是救云家啊！天可怜见，如果不是瑶儿助我复明，我还要被这些小丑蒙骗戏弄多少年，被苏弄影那个恶习架空摆布多少年。老夫人，您不能再犹豫了，大小姐再重要，也没有整个云家重要啊！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祠堂失火了！想必又是欺我眼盲上演了一出戏。扶我过去。好恶毒的女人，为了逼我离开，不惜烧毁祠堂。我云家列祖列宗，皆是护国阴魂，岂可受此侵扰？鸿蒙护灵，诸邪不侵。结界！快救火！快救火！老夫人，火势太大，救不了了。我身为云家当家人，竟护不住祖宗灵位，任其付之一炬。我还有何颜面去见云家列祖列宗啊！老夫人，就怕这只是个开始啊，您得痛下决心了。传话下去，云家上下立刻到前厅集合。还是姨母高明，这下老太太彻底急眼了，一定会将云瑶赶出云家。我交代你做的事，可都办妥了？姨母放心，云锦已被我借故派往外地公干。
云雨整天醉得跟个死人差不多，整个云家不会有人帮他说一句话的。婆母，你一意孤行，庇护那个祸害，现在铸成大错，可曾后悔了？我悔从何来？婆母就别嘴硬了，这个灾星归来不过3日，云家就阴气侵宅，压闹不休，丫鬟好端端丢掉性命，连列祖列宗的牌位都付之一炬，这还不够吗？婆母若再执迷不悟，不肯将这灾星赶走，便是将整个云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，到那时你就是云家的千古罪人。云家的千古罪人，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逆女，你还敢来？我以为你早就夹着尾巴逃走了。做亏心事的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好，好得很，偷偷溜走就太便宜你了。我今日就是要当着云府上下的面，将你像丧家犬一样赶出去，让你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伯母，今日你若不亲手把这逆女赶出去，我即刻便去冥想族中，召集所有族人来评理，看看你是如何包庇一个毁我云家灵位、害人性命的灾星。到时候按族规处置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如果老夫人觉得还不够，我自会请公主禀明皇上。届时皇命降临，便不只是云家内务，而是祸乱纲常的大罪。他想走，恐怕也走不了。老夫人，为了云家上上下下，您就听夫人一句劝，让大小姐离开吧。现在府里人心惶惶，再这样下去，下人们都要跑光了，云家可真要散架了。请老夫人下令。请老夫人下令。瑶儿，你怎么看？孙女自幼便听人说，祖母年轻时是一位巾帼英雄，一剑定天山，震慑万千敌军，不知可有此事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久得像上一辈子。在孙女看来，对宵小之辈无需多言，一剑足矣。说得好。祖母接功。他看得见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他是在装瞎。你为何冷成这样子？难道是冰块搬多了，受了阴气侵蚀？老夫人，这嗓子是学乌鸦学多了，忘了怎么说人话了。你们在我这儿实在屈才了，一个个唱念做打，炉火纯青。看来我得把你们发卖给戏班子，说不定还能出个名角呢。求老夫人开恩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原来你们会下跪，我还以为你们只会装跪。伯母，你的眼睛怎么好了？很失望是吧？再也没法把一个瞎老太婆当做傀儡摆布了是吗？婆母，这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实话。要不是瑶儿治好了我的眼疾，又让我装盲测试身边人，老身至今还蒙在鼓里，被你们百般戏弄。你为了赶走瑶儿，唆使这帮刁奴装神弄鬼，犹嫌不足，竟然丧心病狂到烧毁祠堂，焚尽云家列祖列宗的灵位，实在天地不容。冤枉啊，婆母！想必这些下人是害怕被云妖邪祟所伤，这才先下手为强。虽说手段不可取，却也情有可原。你说我烧毁祠堂，更是天大的冤枉。我是云家媳妇，与云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怎会干这种自毁长城的勾当？依我看，这场大火恰恰印证了我的话，这个灾星引邪招罪，要烧尽云家百年基业，断绝云家气运传承。姨母所言极是，祠堂毁了尚可重建，但灵位被毁，祖宗震怒，不再庇佑云家，那才是灭顶之灾。可见这妖女用心何其毒眼！你们，
祖母，跟这种无赖多言无益，只能用事实打他们的脸。让我来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毁掉祖宗灵位，如果我能证明恰恰是我护佑了祖宗灵位，避免了灵位被烧毁，你们该当如何？如果你真能证明，我就向你赔礼道歉，承认是我有眼无珠，错把祥瑞当邪祟。你输了，当场下跪磕头，怎么样？整个祠堂都已付之一炬，灵位乃楠木所制，怎么可能完好无恙？赌就赌，谁怕谁？不过你要输了呢，怎么说？我输了，即刻起离开云家，终生不再踏足半步。瑶儿，你万万不可打这种赌！我苦候13年才将你盼回，如果再失去你，岂不要了我这条老命？祖母放心，就凭他们俩，还没那个本事赢我。瑶儿，幸亏有你，我才没成了云家的罪人。祖母真不知该怎样谢你。祖母，跟我还用说这什么承诺？你记性还真差。刚才是谁说的？如果证明是我护佑了祖宗灵位，当众向我赔礼道歉。你别太过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是你亲生母亲，你如此苦苦相逼，逼我当众出丑，就不怕落个不孝的罪名，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吗？这会儿想起是我亲生母亲了，把我封入雪人时，忘了你是我亲生母亲吗？将我拒之门外时，想过你是我亲生母亲吗？在火灾烧毁灵位嫁祸于我时，有过半分骨肉情分吗？瑶儿，你说的封入雪人是什么意思？都是云瑶小时候的事了，陈芝麻烂谷子的还提他干嘛？我这个做母亲的确实有失当之处，我愿意道歉。那就道吧。怪我，都怪我！你不是邪祟，我才是邪祟，满意了吧？该你。愿赌服输，下跪磕头吧。我不可，死也不可！想死还不容易，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，但就算要死，也得先把头磕了。我是皇亲是驸马，你敢强迫我，你就没想过后果吗？这世上还没有我云瑶承受不了的因。别说你只是区区皇亲小小驸马，就算是满天神佛说起，十殿阎罗拦路，今天这头你也非磕不可。怎么，非逼我亲自动手不成？你可想好了，那样只会出更大的仇。让你跪多久，你就得跪多久；让你磕几，你就得磕几。老夫人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都是亲戚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？那我倒要问一句了，今日若是瑶儿输了，你会对她手下留情吗？你一口一个皇亲，一口一个驸马，却忘了身份越高，担当越重。你食言自肥的事若传出去，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，整个皇家都会被你拖累，连公主都颜面无光。这些你想过吗？别说武者，连男人都不算，公主怎么会看上这种人的？姨母，我这脸算是丢到天上去了，以后怎么见人？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捂着嘴笑我。等着吧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连本带利，把这一笔笔账从那个贱人身上收回来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婆母还有事吗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瑶儿和你的账暂时清了，我和你的账还没算呢。婆母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是您的儿媳，您有事尽管吩咐，咱们之间能有什么账好算？欺我眼盲，把我当傀儡摆布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为赶走瑶儿，又丧心病狂火烧祠堂，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婆母休听他人挑唆。哼，儿媳从来没干过这些事。住口！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敢抵赖？真当我老婆子是可欺之人吗？我现在就拷问你那些爪牙，你觉得会问不出来吗？儿媳也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婆母恕罪，求您看在破鲁的面子上，再给儿媳一个机会。你还有脸提破鲁的名字？他在边关浴血征战，
将整个云家交由你打理，对你是何等信任？你对得起这份信任吗？以你的所作所为，云家主母之位，你根本不配做。只是若此时撤掉你的主母之位，消息传到边关，难免让破虏分心挂怀。我云家世代忠良，绝不能因家事误了国事。等破虏得胜班师之后，再将你交由他处置。但必要的惩戒一不可少，罚你去宗祠，每日跪上3个时辰，跪满1个月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儿媳一向羸弱，怎能经得起这种体罚？还求婆母收回成命。再敢多言，罚跪1年。老甄说到做到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吴嬷嬷、何管家，还有那些为虎作伥的下人，一律赶出云家，永不再用。饶过我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气死我了！这个贱人，从哪学的一身邪术？恐怕这只是个开始，云瑶绝不会就此收手。姨母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他以为靠着那点邪术就能肆无忌惮了，殊不知我背后那个人才是当世玄门第一人。他那点旁门左道，在国师叶璇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。我知道您和国师关系匪浅，可这毕竟是云家家事，云瑶又有老夫人撑腰，您有把握让国师帮你吗？就算我做不到，只要你出马，也一定做得到。我在国师心中竟有如此重要。你别说，国师一向不怒自威，对皇上都不假以辞色，唯独对我态度温和，还交代我经常去看他。姨母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和国师投缘？这些话以后再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除掉那个贱人。你现在就去见国师。好。贱人，你非要找死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云瑶，正是。此女不知从何处学得一身邪术，邪乎的厉害，能令玄兽俯首，枯木逢春，盲者复明。在我面前，这种雕虫小技不提也罢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恨他到什么程度？想让我对他小施惩戒，还是施以重罚？他令晚辈当众出丑，晚辈对他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他粉身碎骨，食肉心皮。既如此，我就让他身死魂消，帮你平了胸中这股怨气。多谢国师大人。国师大人，不知您是随我去云家一趟，还是让我把云瑶诱出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也太高看这个云瑶了，跟我动手，他还没这个资格。不动手，那您怎么降服他？你去画一张他的画像，画的像不像无关紧要，只要在画像上写下他的生辰八字就可以了。晚辈颇善丹青，这就去画。国师大人，您打算怎么做？此乃七剑锁魂术，一剑对应七窍，画中人中剑，真人亦中剑，画中人血流，真人亦血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这7支箭射出，云瑶便会七窍流血而亡，神仙也难救。不止于此，七剑齐聚之时，他的魂魄便会被钉死在肉身之中，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不会再有。太好了！国师大人，晚辈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说，您别七剑齐射，那就太便宜他了。一剑一剑来，一点一点折磨他。这第一剑先射他眼睛，对，就是眼睛，让他变成双目流血的瞎子。如你所愿，就让他在无尽的黑暗中慢慢品尝绝望的感觉。
这怎么可能？瑶儿，你刚才在看什么？我看那边有只蝴蝶，带我去和它玩玩。国师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不信这个邪！阴血为云，神煞为凭，九幽之下，唯我独尊！哦！国师大人，这只是一张画像啊！画像中的人怎么会动的？怎么能把剑接在画里？我以虚入实，以画锁魂，以为一道通神之剑，足以傲视当世。没想到他竟能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实入虚，以化御敌。这境界比我高了何止一折？玄门中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？我竟丝毫不知。他还在动，他要干什么？国师大人小心！国师大人！天地之初，混沌之始，鸿蒙开世，万法臣服。这是什么？鸿蒙印。瑶儿，你怎么了？鸿蒙印，我一个叛门逆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让我找到你。看来你坏事做绝，报应之期到了。瑶儿，你去哪儿？云瑶很快就会找来，我现在和他正面交锋，并无胜算，只能先避上一避了。连您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那可怎么办？你懂什么？这个云瑶来历并不简单，他背后是玄门第一宗门鸿蒙门，但只要鸿蒙印在我手里，最终的胜利者就一定是我。这鸿蒙印竟有这么厉害？那当然，给我半年时间，待我参透此印，必将那云瑶燃成齑粉。这么说，至少半年内，我和姨母都只能受尽他的气，毫无抗衡之力了。云瑶玄术通神，远在我之上，若让他取代我的位置，事情就麻烦了。这世上法门万千，对付云瑶这种人，未必只能用玄术。你们要攻其弱点，而不是攻其长处。您的意思是？福儿过来。妙啊！这一招使出来，他定然名声扫地。晚来一步，让这个逆贼逃之夭夭了。鸿蒙亦能自造空间，助人隐匿身形，如今已打草惊蛇，再找到他就难了。混沌为基，鸿蒙为引，天地称主，万古独尊。此人野心勃勃，绝不甘心就此隐伏。用不着我去找他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他借助鸿蒙印修炼，再出山时定然功力大增。我也得勤修苦练，等待与他的决战。什么？连国师的玄术都被他压制住了，这可怎生是好？姨母放心，国师保证了，待他出关之日，就是云瑶毙命之时。那还得等多久？就怕国师还没出关，我先被那个贱人整死了。所以国师帮咱们想出了一条妙计，用不着咱们撵他，他自己就没脸见人了。什么妙计？果然是妙计，不愧是国师。那位大理寺卿周大人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人物，你去见过了没有？我第一时间就去拜会过这位周正坤大人了，他早就效忠于国师，对国师的吩咐自然是无有不遵。再加上我这个驸马的分量，这个环节万无一失。很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云瑶，你到我房间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
他又想玩什么花样？人呢？你这个灾星邪祟，去死吧！我根本没用多重力气，他怎么会摔昏的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云瑶，就算姨母对你有些严苛，也是为整个云家着想。她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怎能对她下此狠手？简直是悖逆人伦，天理不容！这种下三滥招数都使得出来，看来真是狗急跳墙了。姨母，你怎么样了？你醒一醒啊！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他当然听得见，不但听得见，心里还在偷偷笑呢。你把亲生母亲害成这样，居然还有脸说这种风凉话！等着吧，这事没完！他昏过去已经有2天了，偶有醒来的时候也半吃不傻的，这下问题大了。祖母放心，我下手自有轻重，他那完全是装的。但他诚心要装，这事儿也很难说得清。现在外面风言风语，把你说成弑母之人，对你很不利。祖母以为他煞费这一番苦心，只为损毁我的名声？难道不是？恐怕他还别有目的。不信您等着好。什么人敢擅闯我云家？来得还挺快，也太心急。你就是云瑶，有人举报你忤逆不孝，重伤生母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此等悖逆人伦之事，岂能姑息？给我带走！周大人好大的威风！我孙女心性纯良，绝非弑母之人。此事分明是有人恶意构陷，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拿人？现有萧驸马证词，有府中下人佐证，有苏氏昏迷不醒的伤情为证，何来不分青红皂白之说？本朝以孝治天下，云瑶此举已然触犯律例底线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正纲常？此乃云家家事，老身自有裁断，无需外人插手。云老夫人此言差矣，孝道乃天下之公序，非一家之私事。本官履职拿人，天经地义，再敢阻拦，便是妨碍公务，休怪本官依法论处。你，祖母勿要动怒，免得伤了身体。这事交给我处理就好。奇怪，此女年纪轻轻，眼神却似能洞穿人心，在她面前，我竟如赤身露苦般透明，这种感觉好生可怕。久仰周大人天下第一孝子的美名。传闻令尊卧病时，你常便遍及，割骨疗亲，孝心感天动地。令尊仙逝后，你又守孝3载，杜门谢客，凭这份孝名青云直上，得以入朝为官，被奉为世人楷模。那不过是为人子女的本分，与父母生养之恩相比，不足万一。天理昭昭，忤逆不孝者，与禽兽何异？万事自有因果，你做的那些丑事，本不应由我干涉，但你非要惹上我，那就怪不得我。我再问一遍，你确定要带我走呢？将来不要后悔就好。少要故弄玄虚，本官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依律执法，何悔之有？带走！周大人素来嫉恶如尘，审案之时本就微不可当，今日这脸色更是黑得吓人，怕是动了真怒。周大人以孝闻名，最恨不孝之人。这女子忤逆生母，下手还极重，周大人岂能容她？周大人铁面辣手，这下他皮肉要受苦了。威武！堂下云瑶见了本官，为何不跪？这9天10地4海8荒，还没人受得起我一跪。大胆！本官倒要看一看，能不能受得起你这一跪。来人，上去！大人怎么不见了？好好的审着案，怎么玩起藏毛毛了？我说你受不起，你还不信？现在信了吧？给我取沙子来，夹他的食指，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竹板硬。快停，别夹了！我的骨头硬不硬，没有测出来，你的骨头软不软，倒是一目了然。
原来喜欢滥施刑罚的酷吏，轮到自己时，比谁都怕疼。别以为你会点邪术就能肆无忌惮，想靠这个吓住本官，纯属痴心妄想。自古邪不胜正，如果你真是心存正气，我这移花接木之术，在你身上根本就不会灵验。我也不想吓住你，我只想揭穿你。可笑至极！我做人堂堂正正，做官清清白白，你揭穿我？你揭穿什么？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5年前你父亲偶感风寒时，你在汤药中加入了什么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本官听不懂。你不但听得懂，而且做得出。你把那朱砂粉末日日微量掺入，慢慢侵蚀肺腑，直到你父亲被耗尽生机。这绝不可能，那都是密室所为。他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能看破一切虚妄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瞒过我的眼睛。一派胡言！我母早丧，父亲将我一手拉扯成人，我孝敬他老人家还来不及，怎会加害于他？只因你一心做官，却又资质平庸，就打起了这个孝字的名。而你父亲只有缠绵病榻才能给你发挥的空间。你胡说！香林来探病时，看到你在长便便疾，对你赞叹有加，祝你孝明远扬。但香林离去后，你原形毕露，为了发泄失事后的恶心虚荣，将满满一盆粪水泼在你父亲身上。我没有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人性才是真的。你故意让人看见你割骨疗亲，这割下的那块血肉，殊不知那是你从父亲身上割下来，再亲手喂进他的口中。但凡有一丝一毫人性，怎能干得出这种事？为什么？这种不见天日的秘密，为什么他像是亲眼目睹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最可恨的是，你嫌父亲死得不够快，拖慢你飞黄腾达的脚步，竟然顶着天下第一孝子的美名，活活掐死了他。之后又装模作样，表面上守孝3年，背地里寻欢作乐，到如今终于青云直上，坐上了这大理寺卿的位置。世事往往黑白难辨，你的报应之期原本未到，但你偏偏要惹上我，那就活该你倒霉了。我的天，这天下第一孝原来是假的，居然杀父求官，简直禽兽不如。他竟然有脸坐在堂上怒视别人忤逆不孝，这世道简直乱了。可这位云小姐的话也不见得是真的呀，那么隐秘的事儿她怎么会知道？这倒是。可周大人的反应怎么看都像做贼心虚。慌什么？就算此女有窥破天机的本事，只要我咬死了不承认，她又能奈我何？大胆云瑶，为了洗脱罪名，竟然倒打一耙，在公堂之上血口喷人，构陷朝廷命官，你可知这是掉头之罪？你是不是以为阴阳相隔，死无对证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？是，一派胡言！这是你对本官的恶意诬枉。本官连继子般的亏心事都不敢做，又岂会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？是真是假，我也不屑多辩。把你父亲唤出来，当堂对证一番，不就行了？你这妖女，竟敢拿逝者取笑！我父亲去世多年，早已化成冢中枯骨，如何当堂对证？枯骨虽寒，冤魂未散。今日我便以鸿蒙玄术引他现身，让他当堂声讨你的罪行。堂下众人可听真了，这就是一个疯婆子，这么荒谬绝伦的话都说得出来，现在还有人相信他的话吗？原来脑子有问题，差点信了他的鬼话，险些误会了周大人。该死该死，他在做什么？鸿蒙无界，阴阳相通，引魂化形。逆子，我苦心将你养大，日夜盼你成才，你却为了功名利禄毒我、辱我、杀我！今日定要你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！爹，您饶了我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被功名冲昏头脑，才犯下了这滔天罪孽。求您饶了儿子这一回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饶了你，让你继续欺世冒名，
继续祸害百姓吗？我饶了你，老天会不会饶你？李瑶仙子，我错了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我！只要让我父亲亡魂离开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愿意辞官归隐，愿意散尽家产赎罪，什么都愿意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善终？你觉得朝廷会放过你？百姓会放过你？那些被你害苦的人会放过你吗？这个狗官把老子骗得好惨，幸亏有这位玄术通神的云瑶小姐，要不然咱们还不知要对这个畜生顶礼膜拜多久。打死这个伪君子，别让他再玷污这个孝字，玷污大理寺的公堂。多谢贤尊仗义出手，为我洗刷冤屈，此恩此德，魂归九泉，亦不敢忘。冤仇已了，执念可消。我以鸿蒙之力为你引路，祝你投一个人善积德的好人家。去吧。什么？计划又失败了？这可怎生是好？姨母，您只能继续装昏了，不然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说得对，我就是不睁眼不起身，看他们能奈我何。他以为装死狗就能蒙混过关了，我这就进去把他揪起来。祖母，您一把年纪，何必跟他置这个气？难道就让他这样一直装下去不成？孙女儿自有办法。孽女，你把毒蛇放进我房间，是想试生生母吗？毒蛇？毒蛇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你这逆女，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戏弄我？我在帮你治病，你这昏厥难醒之症，现在不就好了吗？从无人要弑杀生母，只有生母勾结外人，想谋害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苏弄影，你觉得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这件事能过得去吗？云老夫人，大事不好！大帅中了诱敌之计，被困于黑风谷，体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形势万分危急啊！阿姨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您指的是云帅被困黑风谷的事？没错，朝廷为驰援大帅，正在选拔2路元帅。皇上下令比武夺帅，从全天下选拔人才。你是御封的武状元，这个位置非你莫属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如今已是驸马，再把兵权握在手里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将来整个大夏还不是你说了算？可我连云瑶一招都接不住。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按照本朝律例，女子不得参与。何况他那是邪术，并不是武功。这次选帅是为救他父亲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怎敢挟私怨对你出手？你又何须担心？那就太好，只要这个妖女没法从中捣乱，这次比武夺帅我赢定了。这棵树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跟他过不去干嘛？父亲被困边关，生死未卜，我却空有这一身皮囊，连参与夺帅的本事都没有。我枉为云家男儿，我枉为云家长子啊！那是你亲生父亲，你就这么漠不关心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关心又有何用？再说，我的心早就死了，一具行尸走肉而已，何必寄望于我？醉香才是我的归宿！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难道我云家男儿就这样技术废掉了吗？自助者天助之，只要你自己不放弃，就永远不会废掉。
阿瑶，我记得13年前就是在这里，你练完功之后，豪情满怀的对我说，将来要像父亲那样，驰骋沙场，护国安邦，让云家的战旗永远飘扬不落。这些话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但我不可能做到了。从我走火入魔武功尽失那一刻起，这个梦想就被彻底埋葬了。你没有走火入魔，而是遭人暗害。遭人暗害？这是什么？左脉噬魂针，这是专门针对武者的一种邪术，正是它日日蚕食你的灵脉，让你从武学天才沦为废人。谁跟我有如此深仇大恨，竟用这么阴毒的手段害我？这个人害的不只是你，而是整个云家。我被视为灾星，祖母双目失明，你武功尽废，云鱼醉生梦死，都是这个人在暗中捣鬼。谁？这个人是谁？暂时还不能说，以免乱你心神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恢复功力，夺取2路元帅，绝不能让居心叵测之人有机可乘。阿瑶，真的能做到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就可以。鸿蒙玄术可破天下阴行，提世间正气。现在我就为你除筋通脉，不仅要帮你恢复功力，更要助你突破昔日瓶颈，功力提升数倍，亲手夺回属于云家男儿的荣耀。阿瑶，你对我恩同再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自家兄妹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次你若不能比武夺魁，可别怪我跟你秋后算账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这个帅武，我要定了。萧大将军武功盖世，威名传遍四海，我看也不用比了。这2路元帅之位，非您莫属。若非这等文武双全的奇才，又怎能得公主青眼？我还真有点好奇，哪个不开眼的敢捋萧将军虎须？那个废物怎么也来了？他也敢来这种场合？这是比武现场，你来干什么？是来替我站脚助威，想沾一点表哥的荣光吗？云家人自有万丈荣光，何须沾别人的光？我父亲被困边关，身为云家长子，岂能置身事外？我这次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比武夺帅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一个武功尽失的废物，也敢妄言比武夺帅？谁给你的勇气？萧承业，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是不是我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？这是比武功的地方，不是比玄术的地方，更不是你兴风作浪的地方。你敢乱来，小心我禀明圣上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也配我用玄术对付，未免太高看自己。比武又如何？就你那3脚猫的2下子，给阿锦提鞋都不配。逞这种口舌之力有屁用？我萧承业堂堂武状元，皇上亲封的宣威将军，岂是这个废物能比的？不服气，问问大家怎么看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一个猛虎，一个病猫，能比吗？萧将军一声吼都能震瘫那个废物，一介病夫还比武夺帅，我怀疑他连擂台都爬不上去。老老实实养病不行吗？跑这儿来丢人现眼，整个云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听见了吧？公道自在人心，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？趁早滚回去吧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但烈焰融冰只需1刻。阿锦，能不能雪耻立威，堵住这些悠悠之口，全在今日这一战了。阿瑶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你且拭目以待。还有不服的吗？尽管上台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一双我打一双。今天这元帅之印，我萧某人拿定了。真勇无敌，那些不开眼的已经被您打过了。比武大会有点自知之明的，谁还会登台献丑？萧将军元帅，萧将军元帅，元帅！你是谁？莫寒沙。藩邦第一高手莫寒沙，他怎么来了？云帅被藩邦军队困住，我们选帅驰援，就是为了对付藩邦。藩邦高手竟敢登台挑衅，这也太不把大夏武者放在眼里了。现在就看萧将军的了。
希望他狠狠教训一下莫寒沙。这是我们大夏比武夺帅，你一个番邦蛮夷凑什么热闹？识相的赶紧滚下台！我又不是来捧场的，是来砸场子的。什么狗屁二路元帅，选出来又有什么用？不过是多一帮送死陪葬的。你们大夏人都是废物，战场上是废物，武场上也是废物。不如早日跪下投降，乖乖的给我们当奴隶，或许还能保住小命。岂有此理！阿瑶，你拦我干什么？你现在登台，就算打败了莫寒沙，也落不到好。阿瑶，旁人只会说他是个冒牌货，甚至污蔑你与他唱双簧。那怎么办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辱我大夏，视我大夏武者如无物？急什么？咱们的好表亲武状元不是还在上面吗？总得给人家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。萧将军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我！你们问问他，有这个本事吗？我一根指头都能碾死他！找死！我说大夏人都是废物，你们还不承认？你们的武状元都这么不经打，还有谁上得了台面？还有脸选二路元帅，笑死人了！啊！放我起来！我要和你大战300回合！3个回合你都过不了，还大战300回合？你们大夏人就只会打嘴炮吗？说吧，服不服？敢说一个不字，我现在就把你活活踩死！我服，我服，我服！滚吧！杀你比杀条狗都容易，但我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。咱们一起上，杀了这个番狗！对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喊呀，继续喊呀！怎么不喊啊？现在承认你们是废物了吗？连反抗的血性都没有了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用不了多久，我族的铁蹄就会踏平你们的土地，战旗就会插上你们的皇宫。你们大夏人的命运就是男子视世为奴，女子带刀为婢，永续不得翻身。只要有我云家人在，你们这些番邦小丑就休想得逞。这个废物上去干什么？想向莫寒沙证明大夏人没有最废，只有更废吗？就是啊，在场这些武者随便拉出一个，哪个不比他强100倍？还代表云家出场，云家那点声名要全败在他手里了。这个蠢货想压倒我，想疯了！他以为我输了，自己如果能赢上1招半式，就可以压我一头了。他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，纯粹是想死找不到地方。你是云家人，云破武是你什么人？正是家父，我乃云家长孙云锦。你来的正好，你爹现在还在负隅蛮抗，不肯束手就擒。等我把你血淋淋的人头带去，瓦解了他最后一丝斗志，问题就彻底解决了。要带走我的人头，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就怕你带不走我的头颅，还得把自己的留下。哼！我发现你们大夏人武功一个比一个差，吹牛一个比一个响。他们的话我可都听到了。你是在场者中最废物的一个，谁给你的自信挑战我？我的信心来自何处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不知死鬼，让我来送你一程！让他别上去献丑，他非要上去，一个照面就被人家打下来了吧？哎呦，不对，被打下来的是莫寒沙。他不是武功尽失的废物吗？怎么会一招击败莫寒沙？就是啊，莫寒沙3招击败萧将军，他1招打败莫寒沙，那他比萧将军……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是个废人，何况就算他恢复功力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强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可以。我不信，我莫寒沙一生所向无敌，怎么会输？还是输给一个所有人眼里的废物？去死！啊！迎风一刀斩，传说中天下第一快，无人敢直迎其锋的刀法。危险！袁绍，小心！劈了他！活活劈了他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事多着呢，给我看好了！
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武功，这样的高手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你们蛮夷那点粗浅功夫，和大夏武学相比，连皮毛都算不上。老人，无话可说，杀了我吧！你想要个痛快，我偏偏不能便宜了你。你以武寻衅，那我就废掉你的武功。不要啊！回去告诉你们狼主，武场上你们不是对手，战场上你们同样毫无胜算。趁早放了我父亲，早日撤兵言和，否则我大夏铁骑定当踏平尔等巢穴，别到了那时候再后悔莫及。别到了那时候再后悔莫及。痛快，痛快！这才是真正的大夏武者，云家人。方真是代代出英雄。云少下台，我一定要负荆请罪，弥补先前的不敬之过。我们也是受了萧承业误导，什么狗屁武状元，走后门吃软饭得来的吧？他才是真正的废物，给云少提鞋都不配。这二路元帅非云锦莫属，换了谁我都不服。云锦，怎么会这样？真是活见鬼了！我明白了，又是云瑶那个妖女用邪术助他，气死我了！姨母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，这下要乐极生悲了。听见了吧？是喜炮声，一定是阿叶夺了元帅之位，官府派人报喜来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帅位板上钉钉是阿叶的。未见得吧？要我说，这元帅之位十有八九是阿锦的。婆母，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？你这位长孙一身武功早就废掉了，他拿什么去争夺帅位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瑶儿告诉我，阿锦是遭人暗算，才失去了武功。他已经用玄门妙术帮阿锦恢复武功了。那也轮不到他夺这个帅位。阿叶是武状元，帅位非他莫属。你倒是与常人不同，一个是亲生儿子，一个是旁姓外甥，你却处处偏向外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亲生骨肉呢。婆母说笑了，我妹妹去世的早，阿叶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也跟亲生的差不多。但这件事跟亲叔毫无关系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云锦怎么可能盖过阿叶，在他面前夺取帅位？是吗？恐怕你要失望了。二位公差，请。老夫人，大喜大喜呀！特来向您道贺。二路元帅选拔赛圆满落幕，云家长子云锦勇挫强敌，技压群雄，一举夺魁。兵部特授二路元帅印，特来告知老夫人，与云府同庆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这才是咱们云家的好儿郎。恭喜老夫人，云府2代元帅，这实是家门荣光啊！老夫人无责身后，咱们云家后继有人啊！好像自打大小姐归来后，咱们云府就喜事不断呢。您看，老夫人复名，大少爷又夺帅，后面呀还不知会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呢。阿锦勇夺帅位，为我云家增光了。你这个当母亲的，是不是也很开心啊？当然开心，我太开心了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枉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连个废人都比不过，这些年的功夫都练狗身上了。姨母，不是我没用，是云瑶那个妖女又用邪术帮了云锦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输给她？难道我们就拿这个贱人没办法了？国师都对他退避三舍，闭关修炼去了，咱们拿什么跟他斗？就怕他接下来也不会消停，会变着法子整治咱们。阿叶，
你得赶紧攻下公主那一关，尽早和她完婚，从准驸马变成真正的驸马。您的意思是借助皇家势力当护身符？没错，一旦和公主完婚，你就成了皇亲国戚，云瑶就算再厉害，也不敢公然与皇家为敌。这么一来，就有了缓冲时间，等国师出关，再彻底铲除那个贱人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公主。等一等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，千万不要让公主找回那段记忆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。姨母放心，国师说过，他这招一言疑心术是无人可以破解的，公主永远不会发现真相。祖母放心，孙儿此去定然竭尽所能，救出被困的父帅，不破蛮夷，誓不还朝。我的阿景长大了，如今也能扛起家国重任了，老身以你为骄傲。全仗阿瑶鼎力下注，我才能重获新生。这倒是，阿瑶是我们云家的福星，她这一回来，云家气象全新，不复往日模样。阿瑶，你才智谋略远在我之上，家中一切便托付于你了，替我照顾好祖母，守护好云家，拜托了。这是我分内之事，兄长只管安心出征，盼你早日凯旋而归。阿鱼，我这一去，你就是云家唯一的男丁了，云家的担子你得挑起来，别再浑浑噩噩醉生梦死，让外人看云家的笑话。你说什么？阿七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应当学会明辨是非，用眼睛去观察，用心去判断，别轻易相信一个人。大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有什么听不懂的？含沙射影，不就是在敲打我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哪一点亏待你了，让你如此耿耿于怀？是受了谁的挑唆？母亲心中有数就好，何必把话挑明？我心中没数，你不妨明言。千头万绪无从说起，我只问一件事，请母亲诚实作答。您希望谁夺帅成功？是我这个亲儿子，还是你那个好外甥？我当然想让阿叶成为2路元帅，这是公事，不是私事，谁有能力谁上，只有这样才能救出你父帅。是吗？母亲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被莫寒沙打下擂台的好像是他吧？击败莫寒沙的似乎是我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个莫寒沙早就被云瑶用邪术控制了。若是比真功夫，阿叶怎么会输给你？别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，母亲你是跳进黄河也不认命。这世上恐怕除了你，没一个人会看得起萧承义了。谁说的？还有我。参见公主。你就是云瑶，见了本宫为何不行礼？玄门中人不行世俗之礼，还请公主见谅。怪不得驸马说你狂妄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，本宫偏偏不信这个邪，偏偏要你大礼参见。来人，就怕我拜得起，你受不起。放肆！竟然威胁本宫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公主非要我下拜，也无不可。但若违反天道，遭到惩戒，如这花朵一般，容颜瞬间苍老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别拜，算你厉害，本宫认栽。怎么，这儿还有一个玄门中人，也不行世俗之礼，本宫也受不起他这一必拜。云家还真是藏龙卧虎，让本宫大开眼界。又是你这个嘴鬼，上次骚扰本宫已经挨了50大板，居然还不吸取教训，是想把命丢在这里吗？来人，将他拿下。有我在，我看谁能动得了云家人。老夫人，你们欺辱驸马在前，蔑视本宫于后，你们云家是想造反吗？公主殿下言重了，我云家世代忠良，护国安邦，从不敢有半分懈怠，何来造反之说？是本宫说错话了，但此人醉酒失仪，屡次骚扰本宫，老夫人不该给本宫一个交代吗？公主殿下，这件事恐怕另有隐情，此事不劳祖母，我自会给公主一个交代。好，本宫等着你。肩负天地为炉心，
造化为公，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。我倒要看一看，这云鱼和公主之间，过往有何尘缘？鸿蒙有敬，回尘见真。现。国师教我的妙术果然管用，这下公主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了。等公主清醒过来，当我是英雄救美，又已失身于我，不对我死心塌地才怪。这驸马我当定了。这家伙鬼鬼祟祟的，又在干什么坏事？好公主，我来了。是公主，这家伙好大的胆子！不行，我得阻止他。公主殿下在那儿，咱们赶紧过去。他在干什么？不好，他要奸族公主！住手！你想被诛九族吗？公主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公主。原来云鱼和公主才是倾心相爱的一对儿，只可惜有情人竟成陌路。不用说，又是国师捣的鬼。真是人打江山狗坐垫，我忙了大半天，到头来却便宜了云云那小子。放心吧，打江山的是他，做天下的才是你。怎么可能？公主现在对云云那小子爱得要死要活，我绝不可能取代他的位置。你不需要取代他的位置，你只需要取代他的脸。取代他的脸？国师大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鸿蒙玄术中有一言移心之法，能篡改他人记忆中某不个人物的容貌。我会利用此法术，将公主记忆中云鱼的脸换成你的容貌，公主所爱的人变成了你，这驸马之位自然也是你的囊中之物了。还可以这样，太好了！国师大人，那您快施展此术啊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这一言移心之法，本是我鸿蒙门助人之术，可为痛失骨肉之人疗伤慰苦，不料却被这逆贼用来颠倒情缘，很恨。公主约我未时见面，我迟了1刻钟，希望她别怪我。公主殿下，我来晚了。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？敢对本宫无礼？公主殿下，我是云鱼啊。云鱼是谁？本宫不记得。不可能，相爱至深的两个人，怎么会忘了对方的脸？信口雌黄，谁和你相爱至深？我爱的人是他。公主，你被这个人骗了，他就是当初谋害你的人。你听我说，真是颠倒黑白，谁是害我的人，谁是爱我的人，本宫会分不清吗？公主殿下果然慧眼如炬，此人名叫云鱼，是云家二公子，也是我表弟。自幼就品行不端，他垂涎公主美色，又贪恋权位，想当驸马，这才借酒装疯，想试探公主是否对他有意。如此品行低劣之人，留在世间何用？来人，杖毙！一个女人变了心，竟然能狠心到这种程度，假装从来不认识我，甚至要置我于死地。对，就这样打死他，我谋害公主的事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。公主殿下，他昏过去了，还要不要再打？算了，我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饶了他这条狗命吧。他父亲征战边关，我绕过父皇擅自处死他，事后也不好交代。可惜了。怪不得他醉生梦死，原来心中藏有至深之痛。阿宇，明天就是我和公主殿下新婚大喜之日，我想邀你担任伴郎，不知你能否赏脸？新婚大喜，伴郎？正是，这个位置非你莫属，你可别推三阻四哟。
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出息！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再说100遍，你也是个没出息的懦夫！你凭什么这么侮辱我？凭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云家男儿铁骨铮铮，流血不流泪，哭哭啼啼的算什么？用你管？你算老几？你确定不用我管？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别以为你会点玄术就无所不能了。有些事，纵使你玄术通神也解决不了。比如呢？挽回一个变了心的女人，尤其她还是公主。你知道？我知道的远比你多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，公主没有变心，她是被篡改了记忆。篡改记忆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想不通，公主为何会变心？原来竟是萧承业那贼子伙同国师搞的鬼。公主也是受害者。公主，你等等我，我这就去揭穿那贼子的真面目，重续情缘，护你周全。公主记忆被篡改，认都认不出我，怎么可能信我？更何况是这种看似荒诞不清的话，恐怕他当场就会让侍卫取我性命了。那个，你能帮我让公主恢复记忆吗？我算老几？哪有资格管你的事？抱歉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你不是说你不会后悔吗？这么快就食言自肥了，这可不像男子汉大丈夫。我不求你了还不行吗？我自己解决，大不了搭上这条命。只想挫一挫他的傲气，没想到激起他的犟劲儿。他是我二哥，遭遇陷害后才性情大变，这也不能全怪他。他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不管？二拜高堂。不对啊，云家最尊者是老太君，高堂参拜哪能跳过他？理应是老太君先受这礼才是。就是啊，新郎虽然姓萧，但好歹也是在云府长大的，怎能如此不识礼数？听说这就是新郎的意思，这摆明了是在打老太君的脸啊！公主凤栖云府，何等的喜事！婆母，你怎么拉着个脸，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？我是云家主事人，新郎又不姓云，与我有甚相干？那就没办法了，谁让咱们云家儿郎没出息呢？比不了阿叶，入不了公主的眼呢。这可是公主的婚事，皇家的体面，婆母最好别做扫兴的事，免得整个云家受连累。您说我说的对吗？夫妻对拜。公主且慢，这堂你拜不得。公主且慢，这堂你拜不得。又是你这狂徒，上次饶你不死，你不思悔过，反倒变本加厉，竟敢搅闹本宫婚礼，真当本宫不敢治你的罪吗？公主，你听我说，我才是和你倾心相爱的那个人。萧承业贯通国师，用邪术篡改了你的记忆，替换了我的容貌，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。你千万不能再被他骗下去了！一派胡言！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吗？这种鬼话都说得出口？表弟，你喝多了，来人，扶二公子下去休息。公主，你看着我，仔细看看我，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不记得花丛之中是谁救你于危难，不记得月下抚琴，互诉相想，不记得你我曾盟誓，此生非亲不娶，非君不嫁，这些你全都忘了吗？驸马，这些都是你我之间的隐秘，
他怎么会知道？都怪我，能得公主青眼，那份虚荣与骄傲，藏都藏不住，又把云集当做自家兄弟，酒酣耳热之余，有些不该说的话就说了，哪知人心隔肚皮。今日是我新婚大喜，我不想多生事端，你现在退下，还来得及。可是，一旦礼成，你和他正式成了夫妻，想再挽回就来不及了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狂徒！你非要自断生路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侍卫何在？阿鱼，莫再胡闹，醉酒滋事也要分个场合，快随祖母退下。祖母，我一滴酒都没喝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今日若不戳破这阴谋，公主误了终身，奸人就此得逞，孙儿死不瞑目。公主殿下，你要怎样才能信我的话？你说我被篡改记忆，你被替换面容，你我才是倾心相爱。那我问你，你能拿出什么证据？用什么去证明？我如此荒诞不经之言，拿不出任何证明。别说我不信，你问问在场众人，有一个会信吗？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我来帮他证明。糟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国师虽然说过这一言疑心之术无人可解，但他玄术更在国师之上，会不会有破解之法？我就知道，云雨只是台前的傀儡，背后是你在捣鬼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？就怕公主才是身为傀儡而不自知。至于我的目的，再简单不过，我要让假冒者无所遁形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公主殿下，此女满身邪术，惯会蛊惑人心，不管她对你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别信她。本宫自然不信，你会信的。大胆云瑶，你要干什么？公主殿下小心，她要对你施展邪术，控制你的心神。你别乱来啊！就算你有邪术护身，本宫奈何你不得。难道你就不怕祸及整个云家？我不是要用邪术害你，而是要用玄门正术救你。不是要控制你的心神，而是要让你摆脱控制，找回被篡改的记忆。鸿蒙如泉，灵堂自清，破障明晰。阿鱼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公主，你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全想起来了，你是我的阿鱼，我竟被奸人蒙蔽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公主殿下，你现在才是被邪术蒙蔽，被云瑶篡改了记忆，你再不醒过来，会被他们连皮带骨头吞掉的。萧承业，你还是别枉费心机了。公主殿下被篡改的是关于面容的记忆，并不是所有的记忆。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，我相信她分得清真假。取本宫的琴来。我当初与所爱之人抚琴，他最善以色和之，让我颇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。萧承业，你敢与我合奏一曲，证实你所言非虚吗？怎么，不敢吗？我暗中偷练也很久了，就是练不出来。这可算上什么？阿鱼，该你证明自己了。这才是真正的琴瑟和鸣，令人如沐春风，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。没错，这种神仙眷侣岂是一介凡夫俗子能冒名顶替的，纯属不自量力。这萧承业也够悲催的，刚被云家大少用武力碾压，又被云家二少用才情吊打，一次比一次丢脸。这可不是丢脸那么简单，他篡改公主记忆，试图李代桃僵，犯下的可是不赦之罪。怪不得我最近让你古色相和，你总是推三阻四，不是手指状态不佳，原来你根本就是假冒的。
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本宫心头之恨。主殿下，饶命啊！你死10次都不够，还指望公主能饶你性命？公主殿下，他们篡改你记忆只是其中一环，在此之前早就对你下手。当初用幻术将你迷倒，欲行不轨，也是这厮。只是云鱼救下了你，他们才改变计划，设下这李代桃僵之计。来人，将这十恶不赦的奸贼拿下，打入天牢严刑拷问，查清楚他背后同党与所有阴谋。本宫要他为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公主，我是冤枉的。阿瑶，是二哥糊涂。秦禄生变后，性格乖戾，又受人挑拨，对你冷淡疏离，恶语相向，而你却不计前嫌，助我重获挚爱，实在令我羞愧难当。知道就好，若不是念在幼时情谊，我才懒得管你的破事。是，妹子宽宏大量，为兄感念不尽。我定当背负京鞭，亲自登门谢罪。负荆请罪就不必了。你若真想谢我，以后就少喝点烂酒，多干点正事，别让外人看清了云家。阿瑶，你放心，我发誓，从今日开始，我滴酒不沾，苦读圣贤之书。大哥以武护国，我就以文安邦，绝不负云家后人之名。云瑶仙子，今日若非你以玄术破局，让我如盲人复明，我定然会错付终身，入奸人之手，清白蒙污。唯有一死，你对我恩同在纵，本宫没齿难忘。日后但有驱使，本宫绝不推辞。公主殿下言重了，我倒有一个建议，不知公主想不想听？请讲。公主殿下言重了，我倒是有一个建议，不知公主想不想听？请讲。这场婚礼既已昭告天下，若无故取消，岂不令皇室蒙羞，沦为世人笑柄？你与阿谀情缘天定，昔日盟誓犹在耳畔，不如换新郎不换吉时，以真爱破邪祟，以圆满正名声。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云瑶仙子有令，本宫怎敢不从？多谢，恭喜！人头绕过长街小，这才对嘛！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就是，刚才那个骗子满脸贼光，眼珠子滴溜溜转，像是跑别人家偷东西，哪有半点新郎官的样子？这下好了，天牢里要臭虫有臭虫，要蟑螂有蟑螂。他想给谁当新郎，想跟谁入洞房，随他的便喽。一拜天地。好啊！我云家儿郎文武双全，当元帅的当元帅，做驸马的做驸马，看哪个瞎了眼的还敢说他们没出息？这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拉着一张脸，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？哎呦，看老婆子这记性，你那个有出息的好外甥都出息到天牢里去了，你怎么开心得起来？请云老夫人上座受礼。老夫人鸿福齐天，云家双喜临门，真是羡煞旁人呐！真的不让令堂受礼吗？这似乎与理不合吧？他是外甥如亲子，是儿女如寇仇。纵然受了，也是心不甘情不愿，又何必勉强？今日这高堂，唯有祖母当头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个贱人回到云府不过半年，已经一步步收服了每个人。老太太对他视若珍宝，云锦对他唯命是从，现在连云鱼都对他俯首帖耳。整个云府，除了阿奇，最近阿奇怎么神神秘秘的，经常不见人影？这次他表哥大婚，他那么爱凑热闹的一个人竟然没现身，难道他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好冷，跟冰窖一样。奇怪，这个季节花草怎么全是枯萎的？还是
死的？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来了。参见师傅。你刚才嘀嘀咕咕的，在说什么？师傅，弟子实在不解，您乃鸿蒙门长老，坐镇之地本应灵气充沛，生气盎然，可这里为何阴风刺骨，草木枯萎，连蛇虫走兽都尽数暴毙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里本就是邪魔肆虐、生机断绝之地，除了本尊，谁敢在此处除魔卫道，让死寂之地重现生机？你不相信本尊的话？弟子岂敢不信？游记当日，弟子为对付那个坏女人，到处寻找玄门高人，却遇到了一帮邪魔，想吞噬弟子灵脉，对弟子下了死手。幸得师父从天而降，救下弟子，让弟子见识了师父的通天法力，又得知您是弟子一直仰慕的鸿蒙门长老，这才苦苦哀求拜您为师。弟子哪有不信您的道理？蠢丫头，你哪里知道那帮邪魔都是我布下的幻术假象，目的就为引你这天生灵体自投罗网。你灵根纯净却修为太浅，我便授你法门，待你功力精进，我再抽你灵脉试你魂魄，助我突破境界。你按我所咒发门修炼，感觉境界如何？感觉境界是很大，但跟那个坏女人比还得差得太远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赶上她，保护我娘亲不受她欺负。详细说说。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好像我修为越深，越能感知到她的强大。现在我都能看到她身上有一种莹润如月的光泽，让我有种不敢侵犯的感觉。太好了！好什么师傅？对手越强大，越能激发你的潜能，带动你的成长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听这丫头所言，那云瑶的灵根比她精纯100倍，功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这不正是本尊苦苦寻找之物？如果能将她的灵脉和魂魄一并吞噬，3界之中还有谁是我的对手？姐姐，你好美。你也很好看啊。我不好看，他们都说我丑，因为我这里有一道疤。谁说你丑的？他们肯定没长眼睛，你脸上根本没疤，不信去水边照照。真的没有了，马上不见了，我变好看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果然是千年难寻的至纯灵体，正好助本尊铸就不灭魔身，成为3界至尊。就凭你这不入流的邪魔外道，也敢觊觎我的灵脉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往往小辈，本尊执掌魔界炼化万物，岂是你能轻视？今日便吸你灵脉，噬你魂魄，让你知道魔威之下，众生皆为蝼蚁。小弟弟，借你扇子一遇。鸿蒙有孕，清风破煞，散！这比叔叔好黑哦，像是从烟筒里爬出来的。可他牙齿好白，龇牙咧嘴的，像要咬人。姐姐那么厉害，才不怕他呢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会有如此功力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别以为你赢定了，见识一下本尊的厉害！姐姐，我怕。御魂幡，孽障，
你竟敢修炼这等邪物，困住这么多怨魂，使其不得超生。今日饶你不得！你还是多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这些怨魂同时发起攻击，天底下没人能挡得住。你的尸体会被他们碎片，你的灵力会让本尊功力倍增，你也算死得其所。鸿蒙有灵，万魂归去，跪！厄运已消，怨念当解，你们投生去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要怎会有如此法力，能瞬间度化众多怨魂？我绝不能留你这孽障祸害众生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贱人，别得意的太早，本尊还有致命杀招，虽会刺损一半功力，但势必让你形神俱灭。此乃血河石灵大法，以本尊精血为引，助公主一掷之机，四海八荒无人可挡，准备受死吧！你是鸿蒙门主？没错，我就是鸿蒙门第36代门主，除魔卫道是我的天职。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原来是鸿蒙门主到了，怪不得有如此法力。不过，你想取我性命，我还差点火候。废话少说，有什么压箱底的功夫，都拿出来吧。我还不至于这么不自量力，想跟鸿蒙门主一较高下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这又是什么功夫？不好！这是本尊研养的灵琴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胡少爷他双爪一松，这丫头就会摔成肉泥，那可是你害的。你好歹是一方魔尊，竟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，还要不要脸？命都没有了，要脸还有何用？一命换一命，你答应吗？好，今天就饶你一命，下次再让我遇见，新账老账一起算。鸿蒙门主一言九鼎，本尊是信得过的。这云妖灵根世界无双，法力更是无人可比。将他的灵脉化为己用，那我就真是三界之尊了。可是我的法力远不如他，怎么可能夺得了他的灵脉？等等，我怎么把云奇那个蠢丫头忘了？我可以借她之手对付云妖。阿奇，你等一等，我有话说。阿奇也是你叫的吗？你最近在练什么功夫？怎么眉宇间有一股子邪气？你才有邪气呢，你就是邪宗！以后离我远点！见过祖母。阿奇，你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？你姐姐好好找你问话，你那是什么态度？我才不认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姐姐呢！谁欺负我娘亲，我就跟他过不去。那是你娘亲做人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从我这个婆婆到你的2个哥哥，都和她水火不容，难道都怪别人吗？这云家虽然属你年纪最小，但也应当明事理，知是非。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祖母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难道真是我娘亲的问题？我在云家众叛亲离，只剩下阿奇这一个支持者了。他们还想把阿奇也挖走，我绝不让他们得逞。娘亲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阿奇，你为何要救我？让娘亲死掉算了。娘亲，你有什么委屈说出来，阿奇为您做主。云瑶那一身邪术何等厉害，云家人一个个被他收服，你祖母、你2个哥哥都对他言听计从。你表哥不愿臣服，被他陷害入狱，我不想低头，成了众矢之的。下一个被生服的
恐怕就是你了。娘亲放心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我宁愿你向他俯首称臣，也不想你跟他对着干。你是娘亲的心肝宝贝，娘亲可不想你枉自送了性命。娘亲怕他，我可不怕。他把娘亲逼到这份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师父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说。求您帮我对付那个坏女人，让她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我正愁无从入手，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师父，您就帮帮我嘛！您是我师父，您不帮我谁帮？我一旦出手，就是雷霆之威，势必取她性命。她毕竟是你姐姐，你愿意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既能让你得偿所愿，又不至于把事做得太绝。什么办法？师父你快说！此乃化功石灵丹，虽于性命无伤，却能化去他一身邪功，让他成为寻常废人，再也无法兴风作浪。多谢师父。云瑶啊云瑶，等你服下这颗丹药，纵有通天的本事，也会化为乌有，只能任由本尊拿捏了。这药丸无色无味，融入茶水中毫无痕迹，它不中招才是怪事。茶里有毒，这下傻眼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娘！你给茶里投了什么毒药？化功石灵丹，这已经是我对你手下留情了。如果不是念在一奶同胞的份上，我非取你性命不可！你这个蠢货！如果我没猜错，唆使你下药的一定是魔尊。你以为他是在帮你吗？大错特错！他不但会毁了我，也不会放过你！你胡说！我师父怎么会害我？他没说错，你就是个蠢货。师父，你玄功盖世又如何？还不是落到了我手里？找死吧！师父，您怎么忘了？您答应我的，只化他邪功，不取他性命。你真是蠢到无可救药，到现在都不明白，我收你为徒，只为取你灵脉，连当初围攻你的那些邪魔，也是本尊用幻术所化。我不信，师父你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想夺我灵脉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替我办事？那是因为你灵脉虽纯，功力却太紧。本尊助你提升修为，不过是把锅夹生饭做成美味佳菜，再一口吞掉，方能发挥最大效力量。既然你的目标是我，为何要对云瑶下手？因为他的灵脉胜你100倍，能助本尊成为3界第1人。不可能，他练的是邪功，怎么会有灵脉？听到了吧？鸿蒙门一向以玄门正道自居，可你这个堂堂门主，在自己妹妹眼里，竟然练的是邪功，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吗？你是鸿蒙门主？现在知道了。这么说，这个鸿蒙长老也是假的？若不是为了引你上钩，我堂堂魔界至尊，又怎肯假扮他人？你是嗜血成性、无恶不作的魔尊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帮为师获取了鸿蒙门主的灵脉，助我成为3界第1高手，从此天地众生都得跪伏在我脚下，为师还得谢谢你这个好徒儿。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想起叫姐姐，给我下毒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我是你姐姐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一直以来潜心修炼，就是为了成为鸿蒙门人。没想到门主就在我眼前，我反倒处处与他作对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受你那个好母亲蒙蔽，何尝信过我一句话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是鸿蒙门主，你除了认定我是更大的骗子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你灵窍早开，本应眼光不俗，我故意引出种种异象，使得枯木逢春，地涌金泉，天略随行，这都是玄门正道才有的祥瑞之象。但你仍然把我当邪祟之物对待，如此心智愚钝，谁能让你开悟？最可恨的是，你引狼入室，造成今日这种局面。一旦让他得逞，
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你承担得起这责任吗？姐姐，倩儿知罪了，求您再给我个机会。你求他给你机会，他自己还不知道该求谁给机会。如今他功力全失，废人一个，只待本尊吸其灵脉后，便会身死无疑。你求他有什么？倩儿该死，我自会陪陪姐姐而去到地下，再向姐姐赔罪。起来吧，区区一个魔尊，妄想吸我灵脉，取我性命，他也配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现在就吸尽你灵脉，看你能奈我何！你没事？化功石灵丹乃天下至毒，怎会对你没用？我功法大成之日，已然万毒不侵，百邪必退。区区化功石灵丹，岂能伤我分毫？太好了，原来姐姐你中毒是装出来的。我若不将计就计，这个邪魔怎肯轻易现身？你又何日才能分清黑白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那只鹦鹉笨得很，连句人话都学不会，把这孽藏扔进鸟笼里，让它教教鹦鹉说话，也算废物利用了。哇塞，姐姐你太牛了！全天下闻之色变的魔尊，居然变成了鹦鹉的玩伴，交出去恐怕没人会信。姐姐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说，我要拜你为师，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想都别想。刚才好大的动静，这会儿怎么声息全无了？难道是阿奇找的高人把那个灾星收服了？若是那样就太好了。苏轼，你鬼鬼祟祟的，又在打算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想对付阿瑶？婆母总是这么偏心，但凡我和云瑶发生点冲突，你总是无条件向着。母亲难道不该反省一下？整个云家上上下下都向着阿瑶，只有你整天与她过不去，你就没想过，这也许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嫁入云家时日虽短，但对云瑶仙子心服口服。她做事光明磊落，全力守护云家，怎么可能亏待自己的生身之母？谁说整个云家都向着她？阿奇最通玄理，眼光远高于常人，他就和我站一起，对云瑶深恶痛绝。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就收下我吧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跪下磕头，我就收你为徒，过时不候。姐姐，不，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母亲，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深恶痛绝，那我只能说大开眼界。最后一个云家人也迷途知返了，老身颇感欣慰。云瑶仙子玄术通神，阿奇有福了。阿奇，你是不是被他用玄术控制了？要不然怎会如此香臭不分，拜他为师？娘亲，你说反了，以前的我才是香臭不分，现在我终于分清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臭的，他才是香的？阿奇，你要为了一个外人背叛你的娘亲吗？她是我姐姐，也是你女儿，怎么会成了外人？师父姐姐宽宏大量，娘亲你只要给她道个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，好不好？做梦！哪怕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也不会向他道歉。众叛亲离又如何？没一个人向着我又怎样？只要有一个人还偏袒我，我就不会输。云破鲁，这个护妻狂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欢迎云大帅凯旋！云大帅好生威武！云少帅也不差呀，好像二郎杨戬转世，那还用说？这就叫虎父无犬子，将门出双雄。将士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我云破鲁回来了。破鲁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您挂念了。
我儿平安归来，也是云家最大的福分。快起来！夫人，这些年你上奉高堂，下抚儿女，操持云家，辛苦了。岂止是辛苦，你再晚回来一些时候，恐怕就见不到我了。夫人此话何意？父帅在上，鱼儿有礼了。这位是公主殿下。陈云破卢，见过公主殿下。云帅忠勇护国，儿媳仰慕已久，能成为云家一份子，是儿媳的荣幸。好，好，好！我云破鲁的儿子，一个挂帅出征，阵前救父；一个荣列驸马，光耀门楣，皆是栋梁之才，不负云家英名。父帅，你还没夸琪儿呢。几年没见，我的琪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想让父帅夸你什么？夸我的玄术呀！怎么样，父帅？我进步大不大？玄术厉害不厉害？你小小年纪就能习得如此高深的正道玄术，可见我云家女子丝毫不输男儿。那你可知这都是谁的功劳？除了母亲主持大局，当居首功，自然就是夫人持家有道，教子有方，才让云家人才层出不穷。难道你当真不知，半年之前云家还是满目凄凉，老身双目全盲，仅儿形同废人，鱼儿醉生梦死。那时没人看得上云家后人，在云家嚣张跋扈的是外戚萧承义。那是你这个好夫人在做什么？母亲，您的意思是？阿瑶，来见过你的父帅。阿瑶，你是13年前失踪的阿瑶，你当年莫名失踪，是为父生平最大之痛。没想到老天庇佑，我还能再见到你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对亲生父亲的态度。哪个正常人会这样？阿瑶和他父亲刚见面，你又来挑拨离间，真是一刻都不肯消停。阿瑶面冷心热，绝非不顾亲情之人。我若非有阿瑶鼎力相助，焉能有今日？我和公主能缔结良缘，也是阿瑶的功劳。若不是他揭穿萧承业的阴谋，我和公主定会遗恨终生。没错，我虽然贵为公主，却也是凡俗之身。阿瑶才是9天仙子，不落凡尘。还有我，她是我姐姐，也是我师父。我的玄术全是她教的，你们要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看到了吧，破卢，你这好女儿本事大得很，到云家不过半年，就收服了所有人，处处针对我，我度日如年，有苦说不出，有泪流不尽。若不是还有一丝念想，盼着你回来，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。夫人不要伤心，我既然回来了，就一定会帮你做主。阿瑶，你能让这么多人衷心拥戴你，必定是个深明大义的孩子。母女之间能有什么天大的矛盾？骨肉之亲又有什么恩怨不能化解？听为父一句劝。你劝我没用，想让他满意，除非我13年前冻死在雪人之中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13年前，我在一个雪夜失踪，云家人翻遍京城，连我一个脚印都找不到，成为当年一桩谜案。你可知我去了哪里？去了哪里？我就在云府对面，被包裹在雪人之中，嘴巴被封住了，眼睁睁看着大家找我，想哭想喊想求救，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只能在绝望中慢慢冷去。这就是那个人想要的感觉。后来呢？那个人以为我必死无疑，却没想到我命不该绝，因祸得福，被师父救走，习得一身玄功归来。是谁？害你的那个人是谁？就是这个毒妇。阿瑶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她是你亲生母亲，和你血脉相连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？阿瑶说是他做的，就一定是他做的。这么毒辣的招数他都使得出来。我们当时发疯似的找阿瑶，却不知他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生机一点点流失，想想就不寒而栗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对面确实有个雪人，但我们怎么可能想到阿瑶被裹在里面？化掉，露出阿瑶之身，这对我们是何等样的打击，恐怕没人能承受得了。娘亲，
师父姐姐到底和你何仇何恨？你为何要用这么可怕的手段对付她？他要对付的可不止我一个人，而是整个云家人。祖母双目失明，阿锦武功尽损，阿鱼蒙受奇冤，性情大变，哪一样不是拜他所赐？你难道还看不明白，这个妖女用邪术迷住了所有人的心窍，云家人已经全成了她的傀儡。不管她说出多么荒诞不经的话，他们也不会有丝毫怀疑。住口！满口鬼话的是这个毒妇，破路，你千万别上她的当。你信他们，还是信我？别人怎么看我，我都可以不在乎。但如果连你都怀疑我，我现在就以死证明清白。我信你。你糊涂！母亲，你们都是我的至亲，我并不想偏向谁。你们的话孰真孰假，我也很难分辨。我别无他法，只能相信自己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。你亲眼所见了什么？又亲耳所闻了什么？弄影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她的人品我岂能不知？当年我出掌兵权，决策失误，导致军需被烧，是她变卖全部夏庄家产，换成粮草、衣物、药品，亲自送到军营，帮我将功补过。阿瑶幼时生过一场怪病，弄影彻夜不离病榻，亲手喂药擦身祈福。大夫说需以心头血做药引，他毫不犹豫割胸放血入药，生怕不够用，足足放了1碗。这样一个母亲，会做出那种丧尽天良、谋害亲女的事吗？这些我当然知道，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。这10几年以来，他何曾善待过自己的子女？那是因为15年前，弄影的孪生妹妹苏弄仪染病过世，临终前将儿子萧承业托付给他。弄影怜其姑姑，宁愿亏待自己的孩子，也不想委屈了外甥，对他比亲生骨肉还要好上3分，这才让你们产生了不应的误会。有没有可能，去世的那一位才是姐姐苏弄影，站在你面前的其实是妹妹苏弄仪？这个叔叔好黑哦，像是从烟筒里爬出来的。可他牙齿好白，龇牙咧嘴的，像要咬人。姐姐那么厉害，才不怕他呢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会有如此功力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别以为你赢定了，见识一下本尊的厉害！姐姐，我怕。聚魂幡，孽障！你竟敢修炼这等邪物，困住这么多怨魂，使其不得超生。今日饶你不得！你还是多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这些怨魂同时发起攻击，天底下没人能挡得住。你的尸体会被他们碎片，你的灵力会让本尊功力倍增，你也算死得其所。鸿蒙有灵，万魂归去，跪！厄运已消，怨念当解，你们投生去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要怎会有如此法力，能瞬间度化众多怨魂？我绝不能留你这孽障祸害众生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贱人，别得意的太早，本尊还有致命杀招，虽会刺损一半功力，但势必让你形神俱灭。此乃血河失灵大法，以本尊精血为引，若孤注一掷之机，四海八荒无人可挡，准备受死吧！你是鸿蒙门主！破路，此生有你，我别无所求。我也一样，有你在，我征战四方，再无牵挂。凭什么？我哪一点不如你？
明明你只比我早出生1刻，但世人都说你优秀，说我平庸。姐夫那样的男人谁不爱？可他心里眼里只有你，看都懒得看我一眼。凭什么？我不服，我不甘心！闹姨，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此毒手？我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，我从小就疼你护你。闭嘴！疼我护我，我不稀罕。你那是居高临下的施舍。明明我们长着一样的脸，流着一样的血，凭什么你是云家主母，被姐夫捧在手心，被所有人敬重，而我只能做你的影子，卑微的活在你的光环里？原来你早有不轨之心。什么叫不轨之心？我也爱姐夫，也想被他呵护，也想堂堂正正做云家主母。我们是孪生姐妹，本就应该共享一切。你独享了这么久，轮也该轮到我了。你以我的身份死掉，我以你的身份活着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你安心的去吧，求你善待我的3个孩子，毕竟你也是他们的姨母，求你了。你到死还在做这种美梦。我不但不会善待他们，还会狠狠虐待他们，直到将他们除去。这云府的一切，我都会留给我的亲生儿子萧承业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苏弄仪，那又如何？15年了，你们眼里处处比我强的那个女人，早已化作枯骨。云家主母是我，和云破炉同枕共席的是我，把整个云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是我。你们说，谁赢了？你这毒妇！我现在就毙了你！父亲，你这么做岂不正称了他心意？他以云家主母的身份死，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。这些年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，也会扣在我母亲身上，被世人唾沫，让我母亲在地下也不得安生。还有我，不把这个毒妇千刀万剐，来消我心头之恨。阿奇，他们怎么对待我，娘亲都不在乎。但你可是娘亲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难道连你一样都要站在他那边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娘亲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见你了。天理昭彰，你这样的人，除了众叛亲离，沦为孤家寡人，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，哪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？贱人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真以为你赢定了？信不信我能让整个云家顷刻间灰飞烟灭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氏一门至受国恩，本应忠君体国，恪守纲常。今查云家勾结邪门，纵女妄行，祸乱朝纲，罪不可救，革爵抄家，严加查办。令苏弄影暂掌云乡市，协同朝廷查办此案。钦此。现在知道谁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了吧？不可能，我父皇绝不会下这种旨意。我现在就去问他。不可！云家世代忠良，岂可公然抗旨？为上谋逆之名！父皇，你为何下旨捉拿云家满门？你说话呀，父皇！云家满门忠良，你却要拿他们问罪。苏氏罪大恶极，你偏要他主事云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命令。叶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父皇是95至尊，你凭什么命令他？看到这世界强者为尊，我出关之日已然天下无敌。父亲不过是我掌中之物，我让他生，他就能生；我让他死，他就得死。如何？不能命令他？侍卫呢？以前侍卫呢？快拿下他！没用的，他袍袖一拂就能掀起飓风，将侍卫卷上半空，这岂是俗人之力可以敌的？也许父皇气数已尽。不，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灭得了他。哦，是吗？还有这样的高人？他是谁？说来听听。云瑶仙子，我等的就是他。让我不想死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阿叶，你看清楚，是我。姨母，你来救我了！
我不是你姨母，是你的娘亲。什么？父亲是国师大人？没错，你父亲就是叶璇。他当年见色起意，我无力推拒，就那么一次，便有了你。那我为何会姓萧？掩人耳目罢了。如今你父亲玄术大成，普天之下再无对手，连皇帝都得听命于他。别说区区云家，整个天下将来都是你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娘亲何时骗过你？可是还有云瑶，他上次面都没露，以虚入室以化御敌，就击败了国师的我父亲。现在我父亲有把握胜他。放心吧，国师亲口告诉我，他已练就无敌功法，又有鸿蒙印加持，一定能铲除那个贱人。3天之后，就是决战之日。云瑶，你知道我为何要当着天下人和你进行这一场决战吗？因为我要成为公认的鸿蒙之主，就必须击败你。如今坊间多有传言，说我曾经败在你手里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天地间唯一的强者。一个叛门弑师的逆徒，也敢妄言鸿蒙之主？你以为这世间没有天道了吗？什么是天道？天道就是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。待我灭了你，世间再无对手，谁还敢违逆我的话？手下败将，口气倒不小。我闭关半年，参透鸿蒙至高玄术，早已今非昔比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那就来吧。这是什么功法？竟有如此威势！黑白二气，阴阳流转，莫非是传说中的混沌之力？如此通神法力，那个云瑶如何是对手？一击之定会粉身碎骨。先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千魂噬元！那我也让你领教什么叫万法归宗。屁！师父姐姐好厉害，快打死这个老坏蛋！好戏还在后头，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哈哈哈！撒手锏来了，鸿蒙开至，万法臣服！法分正邪，印切天命，受！不可能！用鲜血积炼他20余年，我才是他的主人，他怎么可能听你的？鸿蒙印秉天地正气而生，只认天命门主，怎会认你这弑师叛道、以血祭邪的逆徒？你胡说！鸿蒙印是我的，是我的！不信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我用法诀收回他！你们看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母亲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赢了，师父姐姐赢了！我的瑶儿竟然是鸿蒙门主，以后你不可在他面前造次了。那不至于吧？这么说，我也是他爹。父帅，你往那边看。鸿蒙门主从来不是什么尊誉和地位，而是一生的责任与担当，守山河无恙，护苍生安宁，扬天地正气。我脚下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